说到这个人类智慧跟这个艺术的结晶啊，还有没有其他，比如说一些国家或者是城市的这样的地标性的建筑，让你印象深刻的？通俗的就讲一个埃菲尔铁塔，它背后的故事太厚了。那时候是喜欢法式的，我们喜欢古典的美的东西。为什么你要建这么丑的一个工业的铁塔在巴黎的中轴线上？这不是非常的反常吗？但后来还是建了，它是一个巴黎世博会的一个标志物嘛。那最后成了什么？成了一个名片。整个国内啊，中国它的大兴土木嘛，对吧？从早几年开始就建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地标性的建筑，像大家印象深刻的有北京的这种大裤衩啊，所谓的，像苏州的什么大秋裤啊，大家已经这个达成一个共识，民众达成一个共识嘛，他们对这些地标性建筑的一种调侃也好啊，吐槽也好啊。那其实作为一个专业的建筑师的角度，你是怎么看这样的一些就是现代建筑里面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地标建筑它们的存在？首先讲调侃吧，调侃这个其实挺有意义的，就是我们总觉得啊，为什么好的东西到大家嘴里就变得这么通俗？我倒不这么认为，因为我觉得好的东西应该被大家讨论。我如果不是一个建筑师，我怎么来形容我看到的东西？那这两个棍儿到天上连起来了，就像一个秋裤的形状，那我叫它秋裤，你不就一下懂了吗？那我要说双塔悬挑钢结构连接形成的拱门状，你知道我说的是啥？我都不知道我说的是啥。你最少要花时间跟他相处，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一个陌生的地标，你可以看他原生的周围的人怎么去跟这个地标相处。你讲巴黎圣母院，对吧？你在巴黎圣母院门口，你就一直待着就行了，你也不用研究三段式，你也不用研究法式的古典主义，你就看着人进进出出，你就看着这个建筑怎么样跟人共处，你去体会这种宗教空间的静谧和神圣就可以了。照片其实对你并不重要，因为照片现在对我们来说是一串数码嘛，记忆却更重要。如果说你跟巴黎圣母院待过一个上午，你看鸽子是怎么在这里飞来飞去，你看人什么进进出出，这段记忆你留在心里，那这个对你来说意义很大。说到体验，我就想到像那个 Opera House， 它从09年开始就做了一个 VVCine 的活动，每年的6月份，但今年今年推迟到了8月份。我觉得像这样的一种它所谓公共艺术，这样可能更跟那个当地的这些居民会能产生更强的一些互动，更好的一些体验，对吧？我就去年才关注到这个 event， 但我觉得确实它通过艺术啊，把建筑跟人联系得更近了。这个活动它更扩大了它这种联系的张力，就是它把它的影响弥散到空气里去了。大家会因为这个契机去理解艺术，去理解艺术与城市的关系，去理解艺术与自己的关系。纯净，在那个时代，纯净是很难。包豪斯运动啊，现代主义运动啊，大家都强调功能，大家都强调这个东西它本质应该去做什么，真的是很纯净的去用美来诠释建筑。像吴仲这样的实践者是非常稀缺的。东京天空之树，北京天安门，埃菲尔铁塔，对吧？自由女神像，哪个是这么纯净的一个？要么就是非常有厚重的这种历史感，要么就是有政治意味。有这个建筑是因为大家崇尚自由，对所有事物没有一个固有的约束，是一个澳洲胸怀的一个状态。你知道 Opera House 里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这整个里面没有空调，你知道吗？哦，但是它是用海水在做恒温。哦，看它的切工，它的拼法，它这个砖它不是等腰三角形的，它的那个三角形都是缺角的，这个结构很难实现，在那个时代很难实现。它这个裸露的结构啊，按照原来那个约翰乌松的想法，可能是要包上一些东西的，但是也是因为预算的关系，后来就觉得就这样裸露就算了。现在来看，这种反而倒挺好看的。